大家好，还记得我之前有一篇有提到说，车辆长期放置的时候需注意的事项。我记得在那一篇里面，我有讲到说，很重要的是汽油，汽油有一部分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啦，因为汽油会变质，然后依照一些有做研究的朋友或专家报道说，汽油的存放期限应该在2个月开始，它会慢慢变质，然后可能会变质到某个程度，它就会造成使用上的不良，就不建议使用。有在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这台车我很少在开。我上一次去验车的时候是今年年初，然后那个验车的先生还很打趣的说：“哦，你车都没有在开哦，你上一次验车到这一次验车，你只开了50几公里，就等于是我这边开到验车场来回的那个距离。所以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两天，应该是说，再加上前几天我开车去加油，因为前一两次验车都常会发生车子会自己熄火的状况。然后有一次我卡在外面，我加了新油进去以后，车可以开了，但是就是还是有点不顺。前两天我开车去国八让它跑一跑，然后在开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车很好开，但是在加速跟停红灯怠速的时候，它会呈现有点一缸不点火的状况，就是台语俗称的撒卡撒卡，就怠速会掉很低，掉到它500多600，但是不会熄火。然后你补油门，它会有点类似挣扎，然后转速就上来，然后时好时坏。再加上那天我大概加了15公升的新油进去，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点火的问题。那我今天就是打算把我的火星菜全部拔下来看一下，顺便记录一下，如果你油箱里面的油已经放了很久，然后使用上会不会对燃烧室就是引擎造成什么困扰？那因为火星塞在拆卸的方式不太一样，这个我就不细说。但是我必须说一下，就是像我这台车，它是属于考尔系统，它这边都有那种插头。老车的插头真的没事，千万不要去动它，很容易碎掉。像我前一阵子在弄我的那个雨刷马达的时候，雨刷喷水马达，我前一两篇有提到，它就是我不小心一碰，它整个就碎掉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然后像烤耳拔起来的时候，可以顺便检查一下，看烤耳的底部这边有没有油渍。如果有油渍的话，就是你的上盖的那个火星塞那边的 parking 胶圈开始在漏油，那个建议要做更换啊。然后如果不行的话，是有土方法，那个有机会再教各位。好，那现在就要拆火星塞。其实第一缸我已经拆过了，但是那天就拆起来，因为那天一直在下雨，它偶尔下偶尔不下，所以我拆起来，我清完以后又开始下雨，我就装回去。所以第一缸等下拆起来应该是干净的。
不好意思，乡下蚊子很多，尤其这种凉爽的气候又下雨后。这一颗我已经清过了。那等一下就是其他颗拔起来，就跟这颗做对比。还有就是在拆火星塞的时候，你在拆烤耳之前，你要注意看看，因为这种双凸的，它这边火星塞比较属于凹在下面，那你要去注意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卡在外面，要不然你等下火星塞拔起来的时候，脏东西会掉进去，会更麻烦。如果小小的话，可能是还好啊；如果太大，就真的有危险存在。好，这是第4缸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有碳粉，很细的碳粉，它不太像碳块。这边点火头也都看得出来。这是第4缸。这是第3缸，然后有点在飘雨了。然后这是第2缸。如果跟第1缸的差别，我第1缸拆起来的时候就跟第2缸是差不多的状况，就是你会发现有很淡的碳粉，它不太像那种比较厚、很硬的那种积碳。好，那我先做一下清洁。其实清洁上我之前就有介绍，该怎么说？你就拿一把，我本来是铜刷，但是我铜刷可能因为铜刷比较软，它的寿命很快就刮掉，所以我现在手边就有钢刷。那钢刷在刷这种特殊合金的火星塞的时候，你要切记哦，你尽量不要正面下去。如果你要正面的话，就尽量轻一点。那我是都从后面这边去挡住它。然后我自己有做一把，这个是锯子，我之前在哪一篇火星山那一篇我也提到，它的基本上锯板的厚度都在大概都0.4到0.6之间了，因为有的有烤漆，那我的这是没烤漆，我自己量是0.4多，我基本上我都会用它做类似那个火星塞的那个间隙规在做使用。那我有把头磨尖以后就是为了清里面这边，就大概把它刮除一下。有的人是说可以泡药剂啦，但是我是不是很建议泡药剂？因为讲实在话，火星塞这种东西，其实要刮一刮就很干净了。其实像火星塞这种东西，你整颗下去泡药剂，毕竟以火星塞来讲好了，我这样举例好了，这边是正极，然后下面这一段陶瓷下面这一段都是吃引擎的接地负极。那你今天如果说可能中间这一条也是正极，点火头这边也是正极，那如果譬如说你泡药水干嘛的话，可能从里面渗进去，这个可能有人说我会说我可能是多虑了，但是我的习惯就我不会这样做，那就大家就见仁见智喽。里面这边就稍微给它刮除一下，应该有听到呱呱呱声。有没有？里面都是碳粉，很细的碳粉。如果像你是比较整块式的话，可能就是点火不良，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状况。
然后清洁火星塞的重点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到这一点火头跟上，因为我这是双点，类似双白金、双一合金的，所以这边还会有一个头，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拍到。我有一个小白点，那边也是特殊合金，然后跟这个头尽量不要去碰它。然后火星塞的内部清洁就是用这个刮里面的外围哦，你不是刮里面这个陶瓷柱哦，这个陶瓷柱也不要去碰它，因为那个如果裂掉的话都会漏电。然后就是刮外围，然后刮这个边，然后刮一下这边，轻轻的刮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螺牙的部分，因为火星塞它是靠这边去接触那个气缸的金属，导致它的负电传过来这边。然后这边的牙的清洁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火星塞检查一下它的陶瓷有没有裂掉，因为你如果陶瓷有裂掉的话，就会漏电，你的点火效率就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就是跳火。它火星塞本体没有点火，它是别的它是从旁边漏电，不正常跳火啦。你看像这个我第一缸我清过以后，它在刮就比较没声音，因为我都清干净了。啊，像这个步骤我等下就省略掉，基本上就是牙的清洁，然后点火周围的这边的清洁。然后像我都习惯，我刚刚有讲嘛，我会拿锯片当那个量规下去量，因为这一片是0.4几，我大概就是给它撑到0.5，因为汽车的火星塞间隙一般都在0.9到1.1 mm 之间，那我就是抓2个锯片的距离，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它大概有留一个间隙，留一个小间隙，大概锯板的1倍吧，那就是大概1.0左右。然后像这一颗，像我的习惯是我只要量好1颗以后，我就是2个这样子交叠，大概去看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大概去抓它的距离。像目前这样看起来，这个有点过开。如果过开的话，拿个小尖嘴钳，轻轻的敲一下，然后再测量一下。其实很多都是懒人做法啦。如果正规的话，就是再拿锯片这样子下去放，大概也是抓2片的距离。如果是太密的话，如果太近的话，拿尖嘴钳这边，它有夹的这边，你一边去勾住后面这边接地的这个电极后面这边，然后一边去小心的去点住这个的边缘，然后轻轻的往上，慢慢的哦，你不要太大力哦，就这样勾住它，然后轻轻的往上，稍微的轻轻的扳一下，这个也不能常扳，因为有的会断掉，品质可能比较差的会断掉。然后像我为什么会说要清洁螺牙，这个螺纹这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嘛，因为火星塞的点火的，它的负极就是靠这边去接触，然后你看这个是清洁完的，这个是还没清洁。其实在燃烧室里面高温高压爆炸的时候，它的串气它有办法串到螺牙里面这边来，有没有看到？
因为我每次清火星塞，我一定都会清螺牙，虽然没办法清得跟新的一样，但至少不可能会这么脏。那它就表示它的爆炸串气，它有办法串到里面来，它的积碳碳粉可以跑到这边。那是不是如果真的串得很严重的话，你这边的负极它的接触就会比较差，就会导致点火效率的不好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清螺牙的原因。我4颗都清好了，那为什么要定期的检查它的点火间隙呢？就是因为不管是什么火星塞，它的这个点火头这边，它都属于是耗材，它可能你越使用，它会越来越短。那是不是越来越短的过程中，就导致间隙过大？你如果点火间隙过大的话，它的跳火可能如果在许可范围内，它的跳火会比较大，但是它的跳火会变弱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你的点火状况不好的话，它的跳火次数就会跟着降低。其实一颗好的火星塞，它一定还是会有不跳火的时候，但是它必须在一个容许范围内，那才是好的火星塞。那如果点火间隙太密的话，它的跳火会变得比较短，但是它的跳火会比较强，应该这样讲。但是你跳火如果太密的话，太强的话，你会导致过度磨损，这个电极的过度磨损。所以每颗火星塞它都会有规定的点火间隙的值，跟每台车它设定的它可以容纳的，它考尔可以容纳的点火间隙跟一些细节，它都有考虑在内。所以火星塞的检查一定要去注意，就是清洁、点火间隙跟外观的检查。那我现在4颗都检查完，都清完了。那我们顺便来看一下我的气缸。我知道没有内视镜的镜头在拍，很不专业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也只能这样子拿手电筒拍一下。这样看得到吗？目前这样看起来很漂亮的金属色。然后这一个第二缸也是，第二缸也很漂亮。第三缸也是很漂亮的金属色。第4缸也不错。应该怎么说？我这台有在加柴油，可能有在玩加柴油的朋友都知道，它号称有清洁积碳的效果。那我这台车今年第21年了，我这台车是01的，我这台车到现在目前气缸架看起来很漂亮。当然了，因为我是买2手，但是我目前看这台车的状况不太像引擎有大修过。然后以21年的老车来讲，你的活塞顶可以这么干净，应该算是难得啦。那到底原因是什么？我不是很确定，也有可能就是像我讲的，因为之前我有加柴油的关系。然后我是已经一阵子没有加了，就是因为我一些因素我没办法常开车，所以再加上柴油，我第一次发生汽油劣化，长时间没有开，汽油劣化，导致在外面掉掐以后，因为那个你排气管的味道闻起来就会很奇怪，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加。那是不是这个的加柴油的好坏真的是众说纷纭啊？还有像火星塞顶这个接头这边也要去稍微的看一下，但是这个很不像摩托车。如果你是像摩托车的螺牙式的话，
你就要去检查这个，因为你的螺牙室这边如果磨损很严重，你的活性塞套就会卡不太住。好，那我现在先装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聊。好，我前面三颗已经锁好了，这是第4颗。那像活性塞在锁，我都是习惯像这样子。我的活性塞，我只要是新活性塞进去，我从哪一缸拔起来，我就是装回去哪一缸，我不会去乱跳。我第一缸拔清完以后，我就是装回去第一缸。第一是螺牙的问题，螺牙密合的问题。然后第二就是你每次在检查，你可以比较简单方便的去掌握你每一缸的状况，不会说因为可能1装到3啊，几装到几，然后导致你对活性塞的颜色损耗做出错误的判断。那像我刚刚讲习惯就是先用这样子用手锁到很紧以后，再上几轮扳手。像先轻轻的一手下去锁，轻轻的锁到握在这中间，握在这个头这边，你不要拉后面啊，后面变成你有点杠杆原理，你可能施一点点力，前面就很大了。然后先这样子，好，用手锁到一手轻轻锁不动以后，大概你看这个角度哦。有没有？就大概一个很小的角度，这样子就算锁紧了。再来试一下，有没有？一样这样子斜的，就一个很小的角度，5度吧，5度多，不是很清楚，没东西量。轻轻的稍微顿个1、2下，它也不要再太用力，因为毕竟这是有点杠杆原理。好，这样就算锁紧了。如果连上个活性塞还要拿扭力扳手，那真的会修台车会修很久。那我就继续装我的烤耳了。好。然后再把螺丝锁上去。烤耳再安装，就是先确定烤耳主体有压实到底以后，再把螺丝锁上去。因为我的习惯就是，我只要是2颗螺丝，我都喜欢平均锁，就2个先稍微锁大概的紧度以后，然后再稍微平均的把它锁紧。然后最后就是检查一下你的活性塞帽有没有压紧。然后跟你烤耳接头有没有确实的按压紧，不要太用力哦。老车的那个一些接头的这个塑胶真的都很脆，就轻轻大概的去按压，确定都有装好以后，然后再发动就 OK 了。那因为有点好像又快下雨了，那发动这个小事情我自己来。然后，那今天这个，这应该怎么讲？过期的汽油对燃烧室的影响，如何从活性塞上看出端倪？大概是这样子吧。好，那这个很简单的活性塞清洁保养，跟检查活性塞跟活塞顶的积碳状况的一些小细节，就到这边喽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